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你可能不知道，新加坡正在快速演变成全球生命科学领域的大脑和跳板。就在2月17日，英国商会投下了一个重磅消息，正式启动新加坡生命科学贸易加速器试点计划。这个为期6个月的计划，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挑选出30家英国最有潜力的生物医药中小企业，把它们精准地对接到东南亚这片蓬勃发展的市场。为什么这组合作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因为在后疫情时代，生命科学就是全球科技竞争的最高点。对于英国来说，他们的出口订单增长正在放缓，急需寻找新的增长引擎。而对于新加坡来说，这不仅仅是引进了几十家公司，更是要把全球最顶尖的智慧留在狮城。那么为什么这么多英国公司不约而同地把新加坡选为进军东南亚的第一站呢？接着往下看，我们一起揭晓。英国企业选择新加坡，绝不只是因为这里离东南亚近，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一套无可替代的软硬实力组合。首先我们要看贸易的基本盘。目前英国与整个东南亚的贸易总额里，新加坡竟然占到了 40%， 这意味着英国的产品在这里有极高的认可度，供应链路径已经熟得不能再熟了。更厉害的杀手锏是我们的监管快车道。就在2个月前，新加坡卫生科学局和英国药品管理局启动了监管创新走廊。这可不是个虚名，它意味着企业可以同步向两地的监管机构咨询。以前一个新药或新设备要上市，可能得在不同国家磨合好几年，现在通过这个机制，从实验室到临床和市场的时间被大幅缩减。再加上新加坡拥有像 Biopolis 这样世界级的产业园，人才和资本的密度极高。对于需要高投入高风险的生命科学企业来说，新加坡就是那个能让他们拎包入住并快速跑起来的理想基地。很多人可能会问，这个所谓的贸易加速器和传统的贸易展会有什么区别？区别大的去了。这不是那种大家换换名片就散场的活动，而是一套定制化进入式的入室服务。这次计划重点关注的是数字健康、先进诊断和生物技术，这些都是目前医疗界最火的赛道。新加坡英国商会在这里扮演了翻译官的角色，他们不仅要帮英国企业看懂东南亚各国的法律法规，更要协助他们把产品进行本土化转译。大家知道，东南亚是一个多元文化集中的地区，医疗需求和习惯千差万别。如果企业能利用新加坡作为支点，把产品调整到符合亚细安市场的需求，那么接下来他们就能利用新加坡与东盟的自贸协议，以极低的关税和成本，直接辐射到东南亚那 6.8 亿人口的巨大市场。随着英国正式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也就是 CPTPP， 新加坡的地位瞬间变得极其微妙且重要。在 CPTPP 框架下，新加坡成了英国实现全球贸易战略的核心支点。通过与新加坡深度捆绑，英国企业可以更顺畅地进入太平洋周边的各个经济体。对于新加坡来说，这也是一次极佳的反向赋能。我们通过引入英国顶尖的生物医药技术和起步公司，实际上是在加速本地生命科学领域的研发速度，为我们本地人创造更多高薪高价值的岗位。同时，更多跨国药企会因为这里的生态完善而选择在坡设立区域总部和研发中心。这不仅提升了新加坡的产业地位，更让我们本地患者能更快接触到全球最前沿的诊断和治疗方案。新加坡已经成为了全球高价值产业链中那个不可被绕过的关键节点。我们与英国这种科技强国的合作，不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深度的合伙人关系。这种合作带来的红利，最终会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新加坡正在利用其独特的信誉和技术验证场优势，为整个东南亚筛选和孵化未来的医疗未来。这不仅是经济的增长了，更是国民健康福祉的整体提升。看完这波关于英国生命科学进军新加坡的深度解析，你觉得这种监管快车道模式
未来还会在哪些高科技领域普及？你是否看好新加坡成为亚洲版的生物技术硅谷？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狮城的科技转型。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请为我们点赞、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